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离谱的转生操作。两个妹子被持刀歹徒盯上，男主想上演一出英雄救美，一个飞扑把歹徒撞翻在地，结果好死不死正好对在刀口上，当场就被送去了异世界。结果神明一见面就告诉他，兄弟你这波纯属白给，因为就算他不冲上去惩恶，歹徒自己也会摔个狗吃屎，随后一群路人就会把他按住。反倒是男主这一波主动送人头，害得歹徒莫名其妙摊上了谋杀罪。不过念在男主出发点是好的，神明直接给他塞了一点点祝福。等男主在睁眼时，一个自称妈妈的女人已经把他抱在怀里了。お母さん？だって僕は神様。え？これ誰？大丈夫？大丈夫じゃないよ誰？これ誰よ？男主很快就接受了自己转生的事实，但现在得先搞清楚周围啥情况。于是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自己的坤坤还在不在。结果女仆一进门就看到了一幅不可描述的名场面。很快男主就从女仆嘴里摸清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底细，自己叫凯恩，今年3岁，老妈是家里的2夫人，大夫人那边还有2个儿子，所以他就是家里的老三。同时男主还摊上了一个究极地控姐姐，老爹是身为贵族的边境伯爵。男主还了解到这是个剑与魔法的世界，一听到魔法2个字，男主就像魂被勾走了一样，立马开始疯狂啃这边的知识。很快老爹发现3岁的男主居然能读书写字，还以为自己生了个他喵的超级天才。不过男主当然不会告诉他们自己其实是个高中生。男主把功劳全甩给了女仆教得好，但当男主表示想学魔法时，姐姐却说现在还太早了，因为必须到5岁接受洗礼之后才能使用魔法。结果男主背着所有人自学书本知识，硬是搓出了火焰魔法。できたわ。どうしました？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そうですか。これ魔法だよな。なんでできるんだ？まあいっか。ラノベ好きにはたまらんな。もう一回、次は手加減にして。うわっ、ちょっと待った。どうしました？なんでもありません。そうですか？接下来的日子里，男主了解到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种族，于是对往后的异世界生活充满了期待。时间一晃，男主就到5岁了，终于到了接受神明洗礼的仪式。神明的加护会显示在属性面板上，加护等级一般是1到5级，等级越高能力就越强，发动魔法需要的魔力都跟加护挂钩。到了教堂后，大主教马上开始了洗礼仪式。正当神官在祷告时，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下一秒不知道是谁丢了一颗闪光弹，随着一道光芒闪过，男主竟然直接被神明召唤到了神界，这把他也整不会了。从来没听说过洗礼的时候还能见到真神。7位神明轮流介绍完自己后，负责转生的女神告诉男主，他的死其实压根不在计划里，因为就算男主不动手，那2个女孩也不会出事。按照原本的剧本，歹徒跑向女孩的时候会自己绊倒，然后被周围群众当场按住，也就是说男主完全是自己给自己作死的，还顺带害得犯人凭空背上了杀人罪。但毕竟男主是出于好心开打的，所以地球的神让他转生到异世界。接着7位神明开始排队给男主塞外挂。等男主回到现实，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刺眼的光芒。老爹迫不及待想看看男主的属性面板，可这时男主脑子里却闪过创世神那个不怀好意的笑容，于是他找了个借口溜到没人的地方，然后点开了属性面板。やっぱり見せなくてよかった。10、技術、体術、アイテムボックス10、創造神の過去10、生命神の過去10、魔法神の過去10、大地神の過去10、武神の過去10、技能神の過去10、商業神の過去10。一体神様たち何やってるの？普通高くても5じゃないの？这时男主突然发现，创世神还贴心的给他备了一个隐藏能力的技能，于是男主立马用技能把能力值改了一下，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普通人的平均水平是多少，所以就算修改过之后，还是把老爹吓得差点原地升天。創造神様の5カゴのほか、他の6神の加護まで持ってるぞ。しかもなんだその魔力量は。直してなかった。宮廷魔術師でも1万ほどだぞ。しかもまだ5歳。さらにはアイテムボックスに鑑定まで。これじゃあどの職についても成功が約束されている。老爹紧张的让所有人把嘴封死，这消息要是传出去，搞不好会被国家当成威胁，直接监管起来。回到房间，男主翻到了一本召唤书，他心想如果能召唤一只毛茸茸的宠物就完美了。于是他马上去户外开始搞召唤，结果毛茸茸没见着，反倒召了一只丑到家的牛头人。更要命的是，旁边的姐妹还像个憨憨一样冲过来送人头，这一幕简直跟男主上辈子一模一样。僕はこの子たちを守りたい。泣かせたくない。在解决掉牛头人之后，姐妹俩以为男主凉了，哭得稀里哗啦。然而手握7位神明外挂的男主怎么可能这么随便就狗带？第二天，男主美美的迎来了5岁生日，因为他是家里的老三，继承不了家业，老爹就问他以后想干什么。僕はいろいろなところに行きたいです。多くのことを知って困っている人を助けたい。いろいろな人たちと出会いたい。だから僕はみんなの笑顔を守るために冒険者になりたいです。
得知男主的梦想是当冒险者后，老爹决定给他请2个家教。在男主期待了2个半小时之后，女仆告诉他家教已经到了，但因为男主实在太激动了，一个传送失误就飞到了窗外。ご紹介します。ミリー先生とニーナ先生でございます。2人都是地级冒险者，而且妮娜还是标准的精灵族。接着2人就开始给男主上课，首先教的是剑术，结果男主一出手，米莉直接看傻眼了。妮娜甚至觉得男主比米莉还能打，于是米莉为了找回场子，决定跟男主下场比划比划。可刚上手他就后悔了，这真的是个5岁小屁孩该有的实力吗？妮娜见男主剑术这么利索，就猜到他拥有武神的加护。父上には家族以外に馬と言われているのですが。このまま続けてたら私が持たないわ。ここからはニーナに魔法を教えてもらいなさい。というわけで休憩。此时妮娜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仗着自己有魔法神的3级加护，准备从基础开始教男主魔法。然而男主却告诉她自己早就在书上学完了，说着就开始秀起了魔法，而且还是龙傲天标配的无吟唱施法。妮娜当场就被整不会了。要知道光是把吟唱缩短就得练20年，而男主才5岁半。2位老师都觉得已经没什么能教男主了。男主见2位老师有点尴尬，于是从道具箱里掏出毛巾递了过去，但这下更是把俩老师吓得弹起来，因为他们看到男主手里出现了道具箱。もう何があっても驚かないわ。いちいち驚いてたらキレがない。カイン君、天才。2人觉得男主既然是万里挑一的天才，那就不能在这里上课了，免得把家都给炸了。于是2位老师只好向男主老爹申请出去学。父母听完原因后，当场露出姨母笑，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提议。然而在户外其实也没安全到哪去，只见男主随手甩了一招火墙术，眼前的小山头瞬间就被夷为平地，2个老师还被余波炸飞了2米半。这威力别说初级魔法了，已经完爆中级魔法了。但更离谱的是，男主甩完这么逆天的魔法，居然感觉不到一点疲惫，可见男主还有着恐怖的蓝量。就在这时，2位老师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一只杀人兔突然从草丛里窜出来，他的目标不是2人，而是他们身后的男主。可下一秒，杀人兔就被男主一招魔法秒杀。他到死都没想明白，这小孩怎么能离谱到这种程度？因为这是男主干掉的第1只魔兽，他打算带回去给父母看看。看到男主的道具箱，米莉羡慕的不行，决定好好攒钱也去买个魔法包。虽然魔法包比不上男主的道具箱那么变态，但也同样有收纳效果，只不过就是贵的离谱。眼看离练习结束还有一大段时间，2人决定再练练男主。于是妮娜放出侦查魔法。任された。我求める。我が近くの敵を探し出せ。サーチ。いた。300メートル先。追撃。男主也是头一次见这种魔法，于是好奇地问了使用方法。得知方法后，男主就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而且还真让他感应到了魔物的具体数量。普通1回じゃできない。しかも正確な数まで。本当に5歳。あっちだ。いいな。カインのことは諦めの単純よ。可当男主想冲过去追魔物时，米莉和妮娜拦住了他，因为前面的森林里盘踞着大量强力魔物，而且每隔10年就会爆发一次兽潮，魔兽会成群结队冲出来袭击城镇，这也是城墙为什么建得那么坚固的原因。回到家后，男主看了一眼面板，没想到自己只是宰了几只兔子，等级就飙到了8级。仔细一看，原来有个神之使徒的家伙，获得的经验值直接翻100倍，这要是被国家发现，十有8九会被当成讨伐对象。嫌だ。僕はこの世界で楽しく気ままに冒険したいだけなのに。もう神様がバカ。第2天，因为男主实在强得太离谱了，普通魔兽根本不够他塞牙缝，2位老师就带男主来到冒险者公会，想找一些能当男主对手的魔兽情报。结果情报还没找到，2位老师就被一个混混盯上了。米莉刚想带男主走人，就被混混和他的同伙给按住，打算强行把他们拖走。但男主怎么可能答应？他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我也泄露！てめえ何者だ？高校生じゃなくてカイン。男人眼看打不过就拔出了刀，然而这小不点的走位骚的一批，任凭男人怎么挥刀都碰不到男主，而男人的蓄力一击更是被男主用2根手指接住。で、あなたたちは？してみろ！こいつがそうなってもいいんだな！あなたたちも。お尻事后，妮娜向男主表达了感谢，米莉也是猛夸男主真他喵厉害。之后3人就去森林里狩猎了，不过全程都是男主在秀。就这样一转眼，男主就8岁了。2位老师也到了该走的时候，毕竟男主已经没啥可学的了，所以他们也就没有续约了。男主对此也看得很开，毕竟他们是冒险者，也不可能一直待在自己身边。于是男主决定给2位老师准备一份谢礼。想到米莉曾经说过想要一个魔法包，于是当天晚上男主来到危险森林，分别狩猎了1头食人魔和1条地龙。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战斗时那炸裂天际的魔法，让城镇的守卫以为魔物要大举入侵了。等男主收集完素材后，便传送回了家，但他的手帕却落在了原地。等男主老爹赶到时，只看见一个巨大的深坑，手下也是一脸懵逼。正当老爹准备骂手下谎报军情时，却突然注意到了地上的手帕，老爹瞬间就懂了。第2天，男主
主把自己做的2个魔法包送给了老师，可当他们知道男主用的素材后，再一次被震惊了2年半。要知道，哪怕是顶尖冒险者小队，也只能勉强跟地龙和食人魔过2招，结果被一个8岁小孩无伤单刷了。而且男主做的魔法包居然能塞进一栋别墅。私が買おうと思ってたマジックバッグはせいぜいマサの2台ぐらいなのよ。それでもお金を貯めてやっと買えるものなの。じゃあこのクラスのマジックバッグって間違いなく国宝クラスに。国宝2个老师可不敢拿着这东西到处晃，要是被人盯上，怕是小命都没了。但男主却说大可放心，他已经把魔法包设定成了3人专用，别人用的话就得承受里面的重量。听到这里，2人又傻了，这已经不能叫国宝级了，说是神级都算保守了。でも会員いいのかな。私たちあまり教えてないのに。いえ、そんなことはありません。先生たちにはいろいろなことを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空の下で食べるお弁当の美味しさ、仲間の大切さ、そして冒険する楽しさ。うわまたね。会員が大人になってもし助けてほしいときは言いなさい。うん。いつでも駆けつける。ありがとう。私たちも楽しかったよ。这天，男主跟着老爹前往王都，因为贵族到了10岁就必须去那里参加亮相宴会。然而，男主在路上通过感知魔法，探查到前方3公里处有人被怪物袭击了，大约有10个人正被魔物包围绞杀。眼看老爹带的小队已经来不及救援了，男主便决定自己先走一步。何をしているカイン、危険だ。大丈夫です。家庭教師をつけてもらいましたから。カイン、風魔法、ブースター。カイン。なんだ另一边，士兵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千钧一发之际，男主终于杀到了现场。可没见过世面的士兵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小屁孩跑过来能干啥？结果男主砍这些半兽人跟切豆腐一样，士兵这才明白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有时候比跨种族还离谱。完事后，男主发动群体治疗魔法，把一群堪比林黛玉的士兵全奶了回来。接着，男主又将阵亡士兵的遗体全部收进道具箱。正当士兵好奇男主到底是什么来头时，男主老爹终于赶到了现场。看到这么惨烈的场面，老爹也理解了男主为什么冲那么急。这时他注意到马车里的人身份绝对不简单，原来里面坐的竟是公主殿下和大公爵家的千金。虽然2人在魔物袭击中没有受伤，但着实被吓得不轻。男主见状，立刻甩出镇定情绪的魔法，在强大的魔法加持下，2位公主仿佛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事后，黄毛直接扑到了男主身上，蓝毛也不甘示弱，一把抓住男主的手，疯狂表达爱慕之情。疾風のごとき勢いで魔法を放ち、剣技もかっこよかったです。では私が、いいえ私が、そうしましたら、じゃあ私が、こちらを。カイン様は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に？それは、オートに向かっていたところなのです。お披露目会に出る予定でしたので。そうでしたか。私たちもお披露目会に向かう途中でした。よろしければご一緒させてください。そういたしましょう。私たちは不安です。父上！父上！而在车上，男主也是一脸懵逼，明明马车里面宽敞的很，2位公主却非要粘着自己不放。男主本来想挪到对面去坐，结果被黄毛一把拽了回去。为了跟男主拉近距离，黄毛让男主以后叫自己特蕾丝就行，蓝毛也马上跟风，让男主直接喊他希尔克就好。令状に向かって。テレス、シルク。今日出会ったばかりだ、そんな。テレス、いい？シルク、いい？はい、シルク嬢テレス様。様はいらない。テレス。あら、私のことも。シルク嬢。嬢はいらない。シルク。何？这时护卫打断了3人的腻歪，告诉他们马上就要到下一个城镇了。于是2妹子决定找间旅馆好好歇一晚。男主本来想趁下车的时候赶紧跑路，可2妹子硬拽着他死活不松手。就算是老爹来了也不管用，因为这2妹子肚子里全是借口。虽然男主才10岁，未婚男女待同一个房间确实不太合适，但基于等级压制，老爹也没辙，只能默默助男主自求多福。最后无奈的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大房间。カイン様と一緒。自重しろよ。お前はまだ10歳なんだからな。はい。然而2个妹子进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床拼到一起，男主第一反应当然是拒绝，可2妹子又开始上演老套路了。夜は怖いのです。もし魔物が襲ってきたりしたらと思うと。しかし、カイン様と少しでもお近くでと思っただけなのです。私たちが近くにいると眠れませんか？そういう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が。では、ぴったり横で寝かせてください。私たちがいると眠れませんか？わかりました。3人で寝ましょう。やったー。でもこれじゃ、やっぱり気になっちゃって眠れないよー。
第二天，男主顶着俩黑眼圈，面容憔悴，继续赶路。毕竟昨晚那种局面，他怎么可能睡得着？要是1天2天还能扛，可男主一扛就是7天7夜，差点不眠不休。很快，一行人终于抵达了王都，前来迎接的是骑士团团长，他非常感谢男主护送公主，同样想感谢男主的还有国王陛下。随后，在团长的带领下，男主来到宫殿，而宫殿里所有的贵族也正等着男主的到来。看到男主后，国王直接给他封了男爵，可给一个10岁小孩封爵这操作，当场就惹毛了不少人。一个胖子贵族更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但国王表示，既然你有意见，那你能像男主一样干掉50只半兽人吗？胖子听后自知不自量力，灰溜溜的退了回去。事后，国王并不打算这么轻易放男主走，他把男主父子叫到接见室，然后以父亲的身份真诚地向男主表达了感谢。男主和他爹也是受宠若惊，紧接着国王更是说出了厚脸皮的要求。うちのテレスティアとエリックのところのシルクをもらってくれないか。もちろん正式な結婚は成人してからになるな。とりあえず今は婚約者としてじゃな。婚約者ってどうして思い当たる節があるじゃろ、カインよ。記憶にないとは言わせないよ。だってお前は、マジャの中では腕を組みしかも、未婚の女性と一緒に寝たそうじゃないか。そうなってしまっては、他に嫁に出せないよね。それは私の意図ではなく、うちの娘じゃ不満だというのか。当然，这也绝不是随口说说的，而是经过多方面考虑之后的决定。首先是2个女孩自己的意愿，她们已经迷恋男主到非嫁不可的程度。其次，2位准岳父也从女儿口中得知了男主通天带级别的战斗力，于是才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男主绑在王国里。于是他们就厚着脸皮找了个借口，想用伦理道德硬逼男主定下婚约。どうしよう。カイ君。わかりました。婚約受けたまわりました。現地を取ったぞ。これでよいな。3人で体を寄せ合った日々が忘れられません。私もあの夜で頭から離れませんわ。あの夜体を寄せ合った日々はい。ベッドの位置がベッドの位置また怒られる。カイ君こちらわきまえろ。以下是本集的细节解析。这部剧是龙傲天流水线上的标准模板，豆瓣评分5.3，也反映了观众对套路化的审美疲劳。前3集的节奏把控在异世界番里属于上游水平，每集都有明确的爽点交付。这部番看似是10岁小王爷吊打全场的无脑爽番，实则从第1集神殿戏就埋下了7神过度加护的终极伏笔。凯恩不是被选中，而是被托付，他不是不知自重，而是神明们不知自重的宠物。3条支线在前3集完成交汇，每一个细节都在为后续的邪神决战铺路。这是一部用爽文外壳包装的神人契约预言，看的时候笑出声，回过头想才发现有意思的很。神之使徒这个称号附带经验值100，看似只是升级外挂，但结合官方剧情简介里，神明希望凯恩用前世的记忆创造一些乐子。国王和大公爵同时许配女儿，这事儿在王国王权结构里极其微妙，等于把军权和政权同时通过凯恩绑定。凯恩未来不只是最强贵族，更是王权继承格局的关键棋子。那么本期视频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